我们上次谈到函数，我们还没有完全讲完，就第一节来讲。我们把它写成这样子，A 是定义域 ，B 是对应域，好 ，F 是函数的名称，然后你的对应呢是从 A 到 B，OK， 这是函数。然后呢，我们对函数有2个基本的要求。那第一个要求是不能1对多。不能1对多。那第二个是对定义域里面的每一个数，你都要对应到东西，好，所以所有 x， 你们有学过这个符号吧？属于，因为我现在都不太确定你们高中有没有这些符号。所有的 x 属于 A 呢都有对应，我尽量写简短一点。这个如果表现在函数的图形的话，意思差不多是这样。好，这是我画一个图，假设它是从实数啊，实数到实数的函数，就是单变数函数。好，然后第一个条件是说，假设你在问这一点，好，那不能1对多，指的是这个点印上去呢，不能够函数出现像这样子的情况。好，像这个不是情况，不是函数，这一点呢，它对应到2点，好，那这就不是。那所有 x 都要有对应，那就表示说它也不能够有这种情况。好，到这边突然空掉，好，到这边，好，这个 B 点，好，也不能这样子。但是其实你看过很多函数呢，就是有一些点它其实这边是空的，或者是它对应到无穷大，其实没有对应到东西。哦，而且事实上我们还蛮常见到，譬如说我上次讲的 y 等于 x⁻1，所以这是表示我上次有提过，就是第2个条件呢，或多或少比较不是那么重要，就是你如果万一不能够定义的话，你就把那点拿掉就好，啊，就是你改变你的定义域。但通常来讲，第一个这个条件是比较显著啊，它会限制你这个关系到底是不是函数。然后另外我们提到说这些 A 跟 B 啊。虽然你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很多方面，但是就微积分来讲 ，A 跟 B 呢，好，最常用到的其实还是自然数、实数，啊，平面，然后立体空间，然后甚至 Rn， 这样子。不过一般来说，我们不太理解高维的东西，好，所以你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2个。好，平常我们会用到这样，至少在上学期。那偶尔我们会谈到这个，啊，这个比较例外，因为通常自然数指的是数列，数列我们会提到一些，但就微积分来讲，只有在某些说明的时候比较重要。所以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这2个。然后 R3呢，因为是我们生活空间，我多多少少会提到，啊，就算我没有用到这个符号，我讲空间，你也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这是函数的定义。然后呢，我们在上次啊，在各位合作之下，我们知道函数的一些基本的例子啊，多项式函数。三角函数，还有指对数。那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基本的函数啊，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函数。你们在高中应该有学过，至少一部分应该是学过反三角函数。好，但是我们在后面我们还要再谈它，因为反三角函数在微积分其实有它的一定的重要性。所以我还会更仔细的去讲它。好，所以我们后面再谈。所以大概基本上是这些例子。OK。那这个是我们上次礼拜2呢，大概就到这个位置。
那礼拜二的时候，我其实没有时间提，就是还有一件事，是这个合成函数。有点像，其实不止合成函数，应该是说还有四则运算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把基本函数，就是我刚刚写在上面的这些，你把这些基本函数当作积木，你当作或者当作原子。我意思是说，从这个地方，然后你现在开始利用加减乘除以及合成的方法，你事实上可以弄出很多的函数。就说简单的讲，多项式函数呢，其实本身就是一个，它其实不算原子，因为多项式函数其实你可以想成它是由常数函数，就是 y 等于 c， 还有 y 等于 x， 你可以利用这两个东西呢组合出所有的多项式函数，那原因是因为多项式本身呢可以拆解成很多单项式，这是第一步。那单项式呢本身又可以拆解成一个常数乘上 x 的某个次方，那个 x 的某个次方又可以想成是 x 自乘很多次，所以你可以说，其实基本的积木呢是 y 等于 c 跟 y 等于 x， 然后你利用加减乘，你就可以得到多项式函数；你利用加减乘除就可以得到有理函数，这样子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当做更基本的东西，因为它里面用到的函数非常的简单，这样子。那三角函数跟指对数函数呢，跟多项式有理是比较不一样，所以6个三角函数中间呢 sin 跟 cosine。如果只考虑四则运算的话 ，sin 跟 cosine 是基本，这应该你们都知道嘛。其他的三角函数都是 sin 跟 cosine 的某一个组合，乘除的组合或导数。当然，你如果考虑合成函数的话，三角函数 sin 跟 cosine 中间呢还有关系，你可以把 sin 想成是x 加2/π，或者我已经忘掉了，就是加上某一个2/π呢，它就会变成 cosine， 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就意思就会考虑合成。那指对数函数呢，它也算是基本。好，但是我讲的还不是这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不是我刚刚说这个拆解，而是说这几个函数，你在利用这个东西呢，你还可以再合成非常多种函数。好，譬如我讲最简单的例子，譬如说 sin x 平方，比如说这样子。那下面一节呢，我们要谈平面曲线。你可以想成是函数曲线的进化版这样子。曲线是什么？反正就弯弯的线。这种线。比如这种线，可以有节这样子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说曲线是一维的，这一维，有人叫一度空间或者什么等等之类，都可以。那其实这个维度一维、2维、3维，这个观念呢，其实最基本的模型就是一维。就是实数线，实数线就一条线，直线，直线是一维的，然后呢，平面是2维的，空间是3维的，这样子。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几何的东西，它看起来维度是一维的话，那它其实就是曲线，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。你如果要比较生活化去想这个事情呢，一维的曲线有点像这样子，假设你去玩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呢是你你把这个想成是水管，想成是一个水管，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在里面了，所以呢，你在这个水管里面，你就想成你旁边全部被围住，所以你只能往前走或者只能往后。其实我也不晓得怎么往后，看起来只能往前，就有点像毛虫在那边伸缩的往前追。这就是一维的生物面临的命运。它就是只能往前或者往后，就只有这样子，它其实不能往旁边走。
那你在二维你看到它这么可怜，哦，所以你会很可怜它，因为它不能够往旁边走。那你为什么不往旁边呢？它只能往前往后。那你也不要笑它啊。我们人类啊，号称是在空间里面生存，但是从鸟的眼光来看，其实人类也是二维的生物而已，对不对？你在地面上你是跑来跑去，你只有在很高兴往上一跳的时候，感觉上好像自己是三维，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了，啊。所以从鸟的眼光呢，它看着你在平面上走，它其实在笑你，你为什么不往上呢？这样子 ，OK，所以这个就一维它只能往前往后，比如说这样子。二维呢可以往上下左右，不是上下左右，好吧？前后左右这样子。那三维呢再把上下加进去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一般我们讲这个几何的东西，我们只是讨论它维度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描述的方式。就是说，局部上你如果跟这个直线看起来很像的话呢，它就是曲线。OK， 那我们描述曲线，其实讲那么多，我只是讲了一个概念，说曲线大概是什么。那你通常怎么描述曲线呢？我在上一节里面谈过参数式，参数式就是一个一维应到二维的函数。你如果觉得不太熟的话，你可以想 cosine t， 因为这个大概是你们最熟的参数式，最熟的参数式是圆，这是单位圆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你刚刚说直线是一维的嘛，所以现在把一个一维的线呢，我现在把上面的每个点都把它印到那边去，所以你在上头呢，你在描述它的时候，它就描述出一个一维的东西，所以它是因为这个是一维的。所以我印过来之后呢，它在这边的那个印过来的东西所成的那个集合啊，它其实就是一个一维的东西 ，OK？ 所以这是一种方式。所以描述平面曲线的一种方法呢，是利用参数式。那这个想法你稍微推广一下，你可以想象 R1 也可以印到 R3， 因此你可以描述 R3 里面的曲线。譬如说我们经常看到。科普杂志里面讲那个螺旋，双螺旋，讲 DNA 螺旋的时候，不是有这个图吗？这个图，那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三维的曲线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检查一下，这个曲线其实写起来，我写个最简单的情况，就是用这个参数式去写，你把它写下来，你检查一下，它其实就是一个螺旋这样上去，好。但是我们在这一节里面呢，我们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方式。这个方式也很常用，我刚刚说这个参数式，它描写的是一个单位圆，但是其实我们刚开头学单位圆的时候啊，都不是用参数式，你们学的方式其实都是下面这个式子，对不对？这是你们常学的方式。因为这是用方程式的方式去定义它的。那这个概念上跟参数式不一样，这个概念上的意义是这样：我现在在平面里面，本来我有二维的方向可以自由乱跑，本来是这样子。但是你加进一个条件之后啊，这个条件束缚你，让你只能朝着某一个方向，这有点像你本来是在平面上跑，可是因为它现在规定你要遵守这个规则，所以呢，你只好慢慢去算它，然后导致这个规则在你解它的时候呢，基本上你就得到它怎么讲？如果用一个比较概念的方式去谈它，就是说，因为你加上了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呢，使得你从二维的东西变成一维，降下来。因此你在二维的本来这个空间里面，平面里面，你现在加上这个条件，所以它就变成一维。那等一下我还讲我怎么样让它真的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出来，其实这个你们也都还蛮清楚的。好，那所以我们把它比较严格的写下来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考虑一个两个变数的函数，那我上次有讲过，两个变数函数就是你用 x y 写个算式，把它写出来，然后你令它等于 c 是某一个常数，可能是0，事实上基本上你这边都可以写0，我现在只是把它写成比较一般的样子。所以，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单位圆的例子，这个就好像你考虑
xy 是 x 平方加 y 平方，啊，考虑这个二次函数啊，不二次，然后两个变数的函数，然后呢，你令它等于一个常数1，所以这个东西呢就给你一个限制的条件。那你一般来讲，我们可以说这叫方程式的曲线啊，虽然这个方程式可能不只是多项式啊，还可以包含更多，这样子。其实我这边好像应该要提一下，哦，我这边提2件事情哈。我现在这边提一下，就这个例子。这种你从一个大的空间给出一个条件，把它限制下来，好，把这个维度降低呢，它有2个，譬如说2个可以推广的想法。第一个是说，你平面为什么一定要只给一个条件？好，我也可以给2个条件。那给了2个条件，依照我刚刚的看法，本来是2维，我给一个条件，它就降了1维，所以再给一个条件，它就变成0维，所以变成0维的东西就是点的意思啊。那这种东西其实你在国中的时候就学过，只是你不是用这个方式看。好，比如说方程组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这种式子。方程组呢，就是我现在考虑平面，你现在考虑第一个条件，所以它把它降了1维，所以变成一根直线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是另外一个限制条件，所以它会变成另外一根直线。那这个东西我们通常的解释是，它是2根直线，所以它会相交。啊，相交之后呢，就变成一个单纯的点，点是0维的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这个想法的一种推广。好，譬如说像这样。我刚刚讲这都是原则，那这些原则呢，其实都有一些你都可以勉勉强强找到一些例外。啊，譬如说平行直线根本不相交。或者重叠的直线相交的维度还是很高，但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例外。好，那它的原则仍然是重要的。第2个可能的推广是说，你事实上也可以在3维里面考虑完全一样的东西，譬如说，我给你3维，然后我现在加进一个条件，那应该就变成2维。2维不应该是面的东西吗？我们在高中看过的例子大概是这个。啊，比如说这个例子，你在3维空间里面，你现在加进这个条件，那这个东西就是球面啊，就是单位球面。单位球面呢是一个曲面 ，OK。虽然我们暂时不会谈到这些东西，但是这些是一个基本的想法啊，你们就把它当作常识记下来。好，让我们回到这边。这是一个方程式，啊，写下来这个就像这样子。那我们说它表示一个图形，啊，这个图形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讲曲线，曲线是一个几何图形，从方程式到图形中间还差一点点，啊，那当然其实我们通常就是这样写，那是表示说我们假设你已经知道这东西怎么做。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话，你记得其实我们考虑的就是所有那些点，啊，因为你怎么画图，你就是要把某些点给找出来，然后把它描起来嘛。那这些点就是满足这个方程式的那些点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们通常把它写成这样子，这是一个集合的符号。好吧，我不要用小 f， 我写大 F 好了。好，就写成这样子。那这是表示有一个集合，这些点呢，它满足这样子的条件。你把那些点全部在平面上把它描起来，你就会描到我要的点。好，意思是这样。那这个我们有时候记成伽马 f， 表示它的图这样子。那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把这2个区分稍微做一点区分，就说这是一个方程式，但是这个指的是那个方程式所代表的图形，然后那个图形是曲线，啊，其实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把这东西讲这么清楚，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讨论东西啊，稍微写清楚会比较好讲。譬如说。所以我们来看平面曲线的例子。那刚刚这边当然有一些例子，好，我讲一个很无聊的事情，譬如说函数曲线是不是例子？好，函数曲线是不是平面曲线？我想这当然是啊，这还有什么好讲？你画图就在上面嘛。好，我说很无聊是这个意思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明显你已经知道是对的东西。那我们吹毛求疵一下好了。那请问你要怎么去说明它是平面曲线？
那在这数学里面，这表示说，因为我有严格的定义过，哦，一个平面曲线呢，我把它定义成这样子。那函数呢，指的是 y 等于 f(x)， 然后你去做图，哦，所得到的图形。那请问函数曲线满不满足这个东西？所以如果就这样来想的话，其实他问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是你能不能找到两个变数的函数，哦，然后呢跟这个东西有关。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了，因为这个实在是我觉得实在太显然，讲这个比较没有意思，哦。所以譬如说 y 等于 x 平方，好了，所有人都知道图形就长这样子，好，当然。那请问它是不是平面曲线？好，直观上当然是，但是我现在是故意，好，假设我要把平面曲线定义成这样，所以你就要想个办法去弄出这个函数出来。所以譬如说，你就令大 f(x,y) 等于 y 减掉 x 平方。好，这是一个明显的两个变数的函数，好，而且你已经把它写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令它等于0，比如这样。那这个不是相当于 y 等于 x 平方吗？就是 y 等于 x 平方就像写成这样 ，OK？ 那写成这样之后，譬如说你去检查它的图形，从这边的眼光，这边的意思是说，它的图形啊，伽马 f， 它要满足的是你把它带进去，所以是 b 减掉 a 平方等于0。好，就是就我们刚才讲，它图形是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函数图形是什么？函数图形是说你要考虑所有的那些点 a、b， 好，然后 b 要满足函数的关系啊，在这边，对不起 ，a 平方这样。那因为这个式子显然就是这个式子，啊，因为它关系是一样的，所以当然这两个图形一样。如果 a、b 满足这个式 ，a、b 就满足这个。那反过来，如果它满足这个式，当然就满足这个式子。好，大概是这样，有没有很无聊？啊，这显然是对的。好了，所以因为太无聊，所以考试不会考。好，那这个函数的例子呢，可以让我们得到另外一些我们还蛮常用的例子啊，这个要知道。我们刚刚说函数。好，函数图形是平面图形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利用完全一样的想法，但是你把 x 跟 y 对调，好，这个在微积分还蛮常用到，所以大家对它有一点认识。所以你把它对调，对调之后呢，其实你也会画出图形，因为就方程式来讲，它只是给了一个方程式而已，你还是可以做图。好，我举几个例子，譬如说 x 等于 y 平方。比如这样子，譬如说 x 等于 sin y， 啊，比如说 x 等于2的 y 次方，啊，譬如说这样子。那其实理解这个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 x、y 角色对调，现在开始把 y 想成自变数 ，x 想成应变数。所以就图形上来讲，当你对调的时候，不要把 x 轴跟 y 轴也对调，哦，这样就什么也没得到。就是我们固定 x、y 在这里，但是你在想象中把这个对调，因此你在画这个图的时候呢，你就想成它是 y 的抛物线，所以画起来应该长这个样子。哦，有没有？就把你的头往某一个方向转90度去看它，好，就会看到这个图。所以呢 ，x 等于 sin y 就长得像这样子，好 ，x 等于2y， x 等于2y 长什么样子？所以它应该长，好，应该长这样。好，想成你的眼睛就头转成这个方向往这边看，好，还要把那个正负方向要反一下。好，这些图形除了后面这个，前面2个图形都不是函数图形，好，除非你的函数指的是 y 是自变数。但是我现在恢复正常的来想，我只是把方程式写成这样子，然后你去做这个图。因此，从我们正常的眼光来讲，这些图形其实都不是函数图形，因为这个点会对应到很多点，这个点会对应到2点，对不对？好，大概像这样子。
但是呢，我们其实多少知道说，我可以把这个重新把它写成 y 等于正负根号 x 啊，比如说像这样子。那你用这个方式重新去想它是函数，我们等一下马上再来谈这个事情。时间好像来不及，好，没有关系，我先把一些例子先举完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第二类的例子啊。我们刚刚已经有2类的例子，一个是函数，一个是另外一个方向，把 x y 导过来的图形，这也是一类。然后呢，再来一大类例子，其实也就是比较一般的例子，非常常举的，包括习题里面，好，像这些4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1，好，或者 x 平方减掉 xy 等于1，好，或者 x 平方减掉 y 平方等于1。好，这包括一些你在高中常见过。好，第3个可能现在高中不谈。好，但这些圆啊、椭圆啊、双曲线，好，像这些，都是例子啊，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单纯的利用2个变数的多项式啊，然后去做出来的方程式，然后它在这个条件之下得到的曲线。你们可以看一下第8页下面的图形，它其实有给很多。好。那这些图形其实都是2次而已，好，你完全可以想象的，应该有更多更复杂的图形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最后要讲一个事情，就是这只是介绍平面曲线。那我要针对我刚刚讲的这件事情，好，我要稍微再多讲一件事。这个图形我刚刚把它解成 y 等于正负根号 x， 它的意思是这样，就是说上面这一段，这个是 y 等于根号 x， 下面这一段，这是 y 等于负根号 x。好，本来这个图形不是函数曲线，好，就是它本来不是函数。但是经过我解方程式，我硬把它解出来了。所以我把它解出来之后呢，解成2个函数，所以你得到上面一个函数，下面一个函数。所以它本来不是函数啊，现在得到一个明显的函数出来了。好，那这个过程呢，有点像说它本来这个函数是隐藏在函数这个方程式里面，但是你现在透过这个解方程式的方式把 y 呢解成 x 的函数，那这样子，但是它的问题是它不是有单纯一个，它不是单纯一个函数，因为如果是单纯一个函数，我们刚刚就已经得到函数图形了，好，所以它是得到2个函数的组合，好，比如说像这样子。那再譬如这个例子 ，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1，你也完全可以做一样的事情，因为 y 平方等于1减掉 x 平方。所以你去解它以后呢，得到 y 等于正负1减 x 平方，好，所以一样的，你得到一个上半圆的函数。这个函数的定义域呢，不是整个实数，这个函数的定义域只有在-1跟1之间，好，像这样子。好，这2个例子是要让你看到一般的函数，一般的平面曲线。你如果透过像这样的方式，你其实局部上可以把它看成是函数，好，就是你不是考虑一整个。譬如说，如果你考虑这一点旁边，那这一点呢，你就可以想成它其实在一个函数曲线上面。如果是这一点，你也可以想成它是在某一个函数曲线上面，好，那这边也是一样 ，OK， 就是局部上你可以把这个平面曲线呢想成是函数。那你想，还蛮简单的，但是问题是这样。好，我在讲义上举了2个例子，你们看一下第9页中间那2个。好，第9页中间这个图，左边呢是 x3次方减掉6y x 平方加 y 平方 x 加2y 3次方等于1。好，光看到就头昏了。好，那你说要把 y 解成 x 函数，这件事勉勉强强可以做。好。因为数学家证明说3次方程式是可以解的，
所以你勉勉强强可以做，但是实在太复杂了。好，右边那个函数是 x 减掉 log x 等于负 y 加上 log y 加3，这个连解都解不出来。哦，就是你看着图形在那里，但是你就是解不出来，这样你没有办法把它解成一个你常看到的式子。所以我用右边这个图形当例子。你有个像这样子的图形，你其实眼睛看着它，你知道说它就其实跟圆看起来也没差多少，就长得像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边这一部分看起来是这样子，就是看起来它的确是函数图形，它满足所有函数图形的特征。所以你把黄色这一段，假设我把它记成 y 等于。假设我把它记成 y 等于 f1x， 注意哦，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怎么写哦，我只是把它记成这样，记成这样子，因为你看起来这个图形其实它是函数图形嘛，所以你把它定义成一个函数。这个函数图形它会满足，我把那方程式写一下，就本来这个方程式是 x 减掉 log x 等于负 y。加上 log y 加3，本来是这样子。你现在看这个函数，它其实会满足 x 减掉 log x 等于负的 f1x 加上 log f1x 加3。它其实会满足这个式子，就好像你刚刚在这边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1，你刚刚把它 y 解成这样子，你如果把这个叫做 f1x 等于根号1减掉 x 平方，你把这个东西带到 y 去，它会对嘛？对不对？这其实在你们高中是经常做的事情，就是 x 平方加上根号1减 x 平方等于1，这当然对嘛？你想说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在高中做来做去，当然这个事情你非常非常清楚它是对的，这样子，因为你就是利用这个方式把它解出来，所以带回去当然要对，这样子。那我这边讲的是，其实我这边的这个式子跟刚刚那个式子其实意义完全一样，它真正唯一的差别是它没有办法把式子写下来，只是这个差别而已。那你要说明它一样也很简单，因为像这一点，假设这个 AB。假设这一点，你说它是满足这个，它是在这个曲线上，按照我们刚刚的定义呢，就是把 a 带进来 ，a 减掉 log a 会等于负 b 加上 log b 加3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 a b 这一点呢，它是在黄色这条曲线上，我刚刚把它记录成这个函数，所以呢，其实 b 就等于 f1a，它其实满足这个条件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刚刚说这边如果带 b 是对的，你现在把 f1a 带到刚刚的位置，它其实就是这个式子，这样子，所以它是对的，这是没有问题，依照定义它是对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图形的到底什么是图形，把它写清楚，因为你要知道它就是把它带进去会满足的那个点，因为你现在利用这个方式来让你自己相信说我现在写这个式是对的。那同样的道理，你如果把红色这一条记成 f2 的话，它会得到，它也满足这个式子 ，OK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在微积分里面很重要，所以我用黄色来写。我刚刚讲的这一段呢，称为隐函数。隐函数你可以想成呢，它是本来是隐藏在这个你的方程式定义的那个曲线里头，本来的写法里面完全没有函数这件事，那因为你现在从曲线的观点把它画出来之后，你发现它局部上都可以写成类似函数的东西，所以呢，这个隐函数指的是像 f1、f2 这种隐藏在本来那个方程式里面定义的函数，它不是一个真正写出来的函数。那隐函数呢，有一些情况，像刚刚这种，它是可以被明显的解出来的，所以它有一种由隐到显的过程。这种哲学，就从隐函数呢，突然变成一个显函数，
因为它很明显的写成了一个函数。但是啊，有些隐函数它就是隐在那里，它不出来哦。你只能用这种方式跟他讲说，我把你叫成一个函数，但是呢，其实它是没有办法解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是这个跟高中有一个很大的跳跃啊。我相信各位在大学之前，你们所学的所有的函数一定都是用明显的式写下来，所以你认为明显写下来的式才叫做函数。那这个也不能算错，因为事实上你以前看到的所有例子都是这样子。但是自从上次我们把函数的定义稍微写成比较抽象之后啊，它就允许一些可能性。那在这个地方你要记得，就是说，你不见得是写成一个式，事实上你也有可能看过，以前你也可能看过类似这样的式子。好，我在1分钟内结束。好，比如说，好，比如说函数也可以写成像这样子，但是至少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写出来。虽然它不是一个式子全部写完，但是至少它很清楚的告诉你在某一个段落里面它是什么样的。这个其实就是我们，这是绝对值函数，这没有什么啊。画起图形大概是长这样子。OK， 但我的意思是说，没想到还有一种函数是你已经知道它应该是函数啊，明显看起来是这样子，但是你其实没办法把它解出来。但是因为它图形就在这里，所以你得相信它其实是函数。好，那这个对我们后面呢，在做某些微积分的问题的时候，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。好。这个东西我们称为线对称。从上面这个图形到下面这个图形，中间有个对称。那其实这个你们从小学就开始，我画这种图基本上是小学的图。但是对称其实通常讲起来有2种可能的意思，一个是这是2个不同的东西，从这边啊，然后你经过这条线对称，把它变下来。但其实同样的这个图形。同样的这个图形呢，你从中间画一道，画得不太好。好，那它其实也是对称。那这个是这个图形对自己对称 ，OK。所以我们在谈这个线对称的时候，其实经常问的问题就可以有2种啊。那我们当然知道很多，好像这些图形跟图形中间有对称的话，表示它是全等的，好像这些。那如果一个图形自己有对称的话，表示它比其他的一般的乱七八糟的图形要特殊，至少它某些东西看起来比较特别。那对称性越多呢，这个图形就越好看，好不好？至少数学家是这样讲的。对称这个观念其实远比这个多啊，因为我现在只是讲线对称。那线对称只是一般来说我们觉得比较有趣的啊。算了，我想我也不要谈太多对称的事情。那你只要记得，就是说，还有一个东西是，这叫对原点对称。比如这个图形，你把它转180度，这是对原点对称。对原点对称是旋转的对称的一个特例，它通常在高中一定会讲。但是，一般的旋转如果不是转180度，你把这个图形稍微转一转，其实当然也有很多图形是这样子啊，所以随便看。就随便画一朵花，然后你稍微转一下，它会转回它自己。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你就有所谓的旋转的对称。好。但是我没有要上几何课，所以我没有要讲那么多。事实上，从我们上个礼拜谈的东西呢，到这边，其实我们主要是要讲一个很简单的判断的规则。这个规则通常你们在高中的时候，应该是一定有讲过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回到上一次。上一次我们讲到我们怎么用一个就是2个变数的函数呢，给一个限制。那在这个限制条件之下呢，我们会在平面上画出一条平面曲线。那我们有个性质，这个性质大概是这样讲的。
在讲义上有写啊，就是说如果这个两个变数的函数呢满足一些特别的性质的话，譬如举例来讲，就是这样子。如果这个函数满足这个性质的话，那事实上这个图形会对 x 轴对称。我干脆把它写完。就是这4个，但有时候大家会加第5个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写这4个。其实1、2、4都是线对称，圆点对称不是线对称 ，OK， 圆点对称是旋转的对称，就是转180度。那我们主要在今天一开头是要来探讨说，我怎么知道这是对的？对，我要先提醒一下。这些相等这些相等的意思，不是说你把它带进去之后，然后做一系列的代数变换，然后把它变成一样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边的相等这一定要小心。这边的相等指的是你把它带进去之后，然后跟这边的形式看起来就一样 ，OK， 不是经过运算以后一样。这个我等一下再举一个反例的时候再来谈这个事情。好，那目前为止我暂时先这样写着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对的？这个并不难，只是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。那你为了要说明这件事情呢，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譬如举第一个例子好了，那因为你现在要谈对 x 轴对称，表示你要讲对图形的对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第一个，上次我定义过，就是什么叫做这个图形。那图形严格的写清楚，就是考虑平面上那些点这个点呢满足这个方程式，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函数曲线从一个代数的式子，那现在变成一个几何的图形，那中间的转化就是透过画点，那就是这样子。好。那我们想要证明这个图形对 x 轴对称，当然先决条件是你要知道对 x 轴对称的意义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这个属于相当简单的部分，所以我就不太解释这个事情。AB 的对称点在哪里？把它画下来，这很容易看，就是 A 负 B，这是如果有2个点对 x 轴对称。那你用坐标去描述它的话，它中间就有这个关系，譬如说这个图形，如果我说这个抛物线对 x 轴对称，表示它上面这些点呢一定都满足刚刚写的这些条件，就是它们的 y 坐标呢会差一个负号，相对应的2点。好，那我现在这个 f 这个图形完全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举例子，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抽象的方程式，你有一个几何图形，一个几何曲线。所以事实上你要说明的是说，我希望做的大概是下面这个事情。这句话虽然抽象，不过它意思是很简单。它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在这个图形上面找一个点，我随便找一个点，那我希望能够说明，我希望可以说明这件事情，看得到吗？上面。就是目前我不知道。
但是你要先确定的事情是说，我就是要想要说明这件事情。我想要说明任何一个图形上的点，只要有一个 A、B 点，那这个图形上一定相对应有一个 A 的负 B 的点。好，那由右边的那个规则我们就知道，那这个图形就是对称的。好，所以你要说明的是这件事。然后再过来呢，就是把你刚刚所知道的东西把它补齐，想办法从这边推到这里来。OK， 那这种证明方式，你到底要说简单还难？其实很难讲。好，就是你如果对抽象的东西你还不太顺手的话，你会觉得根本不晓得写什么。哦，但是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其实这个东西是属于相当简单的，因为它大概只有几行而已，所以一下就写完。那重点就是你就好好的跟着你前面的定义写。AB 属于伽马 F， 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它是落在这个曲线上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，表示 FAB 等于 C 啊，因为这就是你的定义嘛。好，它会落在它上面，表示 FAB 单曲要等于 C。但是呢，从我们刚刚的条件啊，第一个条件，我现在是要说明一啊。从刚刚的第一个条件，因为我知道这两个是一样的，所以 FAB 你把它带进去 ，FA 负 B 带进去等于 C， 好，这样子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它就落在这个图形，就是 A 负 B 等于 C， 表示 A 负 B 这个点也落在伽马 F 上，所以你这样子你就说明了这个点啊也落在它。所以这就不是问号了，好，这样子，所以其实很简单嘛，好，你就是把所有的你知道的东西写出来而已，好，这就是这个图形在这个图形上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因为刚好这个函数满足我前面讲的，所以你把它带进去，它就满足这个意思，好，就得到这个式子。那因为它满足这个式子，就表示它应该落在这个图形上，这是图形的规定，所以你就自然而然就得到这个事情，好。所以很简单，所以其实呢，关于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其实你都可以这样做。那原因是因为你对这些结果你都很熟。譬如说，你如果是对这是y 轴，啊，所以这一点是负 AB， 所以你想想看那个第二个，其实就是这个条件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原点对称，这个你也很清楚。这是负 A 负 B， 好，所以你发现呢，你如果要看这些规则啊，其实关键是最右边的式，而不是这个式子，好，这式子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证明，它的最关键的东西是你知道，当有对称，当有对称的时候呢，它的中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所以我们现在呢，现在如果要证明第四个，好，那么关键呢就是在于这件事。请问 AB 的对称点是什么？好，那我要说的答案是，它应该是 BA， 好，就是把 A 跟 B 交换，就这彼此之间对称的关系，在这边很简单，就是交换。那我要说这件事，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，那你就很容易就可以证明第四个也是对的，就套用刚刚这个。好，那我刚刚讲，所以关键其实是左边这个事情是对的。那在数学上这样，你要证明这件事有两个方法。
第一个方法是我已经跟你讲答案是什么，你去证明这两个点真的对称。好，那通常这个方法比较偷懒一点，好，因为问题是你怎么知道？你一开头怎么知道这一点应该选这个？好，所以这种有比较像是老师觉得这个题目太难，所以他不好请你去证明这件事，所以他就先告诉你，然后请你去证明这两个点会对这条线对称，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说实在的，啊，因为这个题目比较简单，我们还是应该试着，就是一开头呢，想象你不知道，然后努力的把这个点把它求出来。因为你如果会做这件事情，其实基本上你就可以做，对任何的线、任何的直线你都可以做，好，而不是说等着人家跟你讲这边一个点，然后你去想办法证明它们对称，这样子 ，OK？ 所以呢，至少在这个简单的情况，好，那我们假装我们不知道，然后我们想办法来说明它应该是我刚刚讲那个答案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。我现在假设另外一个点是 x y， 啊，我要知道它如果它对称的话 ，x y 是什么？那对称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，哦，就这条直线呢是它的垂直平分线，啊，这是对称。所以我们来看看，我们利用这个结果，啊，所以平分。那平分的意思是说 ，AB 跟 XY 的终点会落在 y 等于 x 上面，好，但是终点呢等于 x 加 a 除以2，啊，这是终点。那终点会落在 y 等于 x 上面，所以表示说，我得到这个等式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式子。好，平分。然后垂直平分，第二个是垂直。我假设各位向量都学的，至少基本的学过了，好。好，那我现在写这个式子是说，这个向量，这个向量。跟这个向量彼此是垂直的，好，其实这个意思。x 减 a，y 减 b 就是我刚刚讲第一个向量。那1呢是 y 等于 x 的这个直线的方向 ，OK。因此你把它做内积就等于0。那从这个地方你得到 x 减 a 加上 y 减 b 等于0，这是第二个式子。所以呢，写成简单的方程组 x 减 y 等于 b 减 a 加 y 等于 a 加 b， 好，写成这样，那就很简单，我就不用再写了。好，你把它加起来，这两个消掉，所以就得到 x 等于 b。好，得到这个结果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是一个简单的几何问题，所以写这个我只是说鼓励你们，反正碰到这种问题要想的时候，就是直接做做看，啊，因为你这个会做的话，譬如说下一个你就可以问跟 y 等于负 x， 好，如果对称的话，点满足什么样的条件？那如果你真的把它求出来了，你在这边你就可以自己证明一个定理，好，你在这边可以加个第5条，啊，在怎么样的条件之下，它是对 y 等于负 x 对称，啊，比如说这样子。那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做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，啊，如果一个点对 y 等于 x 对称，那它的坐标只要交换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想法其实我们后面很快还会再用到，啊，因为对 y 等于 x 对称这个事情，其实是有一点重要的。好，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就是，我们就直接套用这个就可以了。好，好。那我刚刚说要小心的事情，好，我到最后再来谈。
在讲义的第10页，啊，就在性质2.1的下面，我写了一段话。这段话是说，请你注意，性质中的反叙述不一定成立。哦，就对称的话呢，这两个间的相等。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要比较小心一点描述。好，我举的例子是这样，譬如说 y 等于你令 f(x,y) 你让它等于0。那这个图形呢是，这个是xy 等于1，就是 y 等于 x 分之1，所以它图形是这样子。那这个图形很明显对y 等于 x 是对称的，它很明显对 y 等于 x 对称，然后它也很明显对原点对称。那如果你把刚刚这个方程式写成，假设我换成另外一个写法，我写成假设我把它写成是这样，那个戴帽子的 f 是另外一个函数的意思，我懒得再去写成一个 g，我就说反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写成这样子，你现在带第2个、带第4个，其实都是对的，因为你这边写负 x 负 y， 或者写 y 跟 x 交换，其实这个式没有变，所以其实是对的。那但是在这个式子里面，在这个式里面，你如果把它交换，f 跟yx， 它就会变成 x 减掉 y 分之1等于0。OK， 那形式上跟刚刚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做一些推理，把它一直算过来是一样的。那我为了简单起见，所以我先说这个等号呢，我就是把它写成比较，就是说这个等号是要形式上要长得一样。那长得一样之下呢，那你就不能够很直接的用刚刚那个反叙述，就是说如果它对称，那我说这两个式子一定一样，那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？至少就形式上来讲，看起来是不太一样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用这个式子的时候，你要小心。OK。好，那讲义上还有一些例子，看一下11页最后的例子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个例子。那这例子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用这个定理的例子啊。那你可以检查1、2、3、4都是对的啊。这其实你在高中的时候可能都做过了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把 y 带成负的，式子没有变；你把 x 带成负的，式子没有变；你把 x 跟 y 两个都带成负的，都没有变。那比较有趣的是，你把 y 跟 x 交换，式子还是没有变。这样就是式子还是对的，所以呢，很显然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图形对 x 轴、y 轴、原点y 等于 x 都对称。那当然因为这是圆嘛，那圆对我们来讲是最漂亮的图形，所以它都对称。这样子，事实上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发明很多关于过 y 等于 mx 对称的话，那这边应该要怎么写？你会发现呢 ，x 平方加 y 平方全部都满足这些式子，它对所有的直线都对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利用。我们来看一下习题。我们稍微看一下习题好了。
11页习题2.2跟2.3，这个是上一次的，好，这是显函数跟隐函数啊，不是2.2是显函数，好，请你把它解出来，在可以解的范围之内。2.3呢，就是用刚刚的性质来判断曲线的对称性。OK， 这是第2.3。那我们跳过去，我们来看习题2.4。习题2.4谈的是，如果有两条直线 y 等于 lambda x 加上 alpha， 还有另外一条直线是 y 等于 mu x 加上 beta， 我好像不应该用希腊字母，你们对希腊字母应该不是很熟，帮我把它换一下好了。我留 alpha 跟 beta 这两个你们比较熟。我写 m 跟 n 好，这样子。那现在如果我已经知道这两条直线对 y 等于 x 对称，请问它的系数有什么关系？我把它写定了哦 ，m n alpha beta 我都写定，所以它们中间有个关系。然后他希望你证明这个关系是这样 ，m 乘以 n 要等于1。然后另外有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关系，我等下把它推出来，就知道。好，这两个对称，请问系数有什么关系？就这样。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，其实是这个，你要知道对 y 等于 x 对称呢，它的两个斜率相乘会等于1，好，就是互为导数。那要怎么做？那一个做法当然就是回到对称，好，就是你去想一根直线，这边有一根直线，然后这边有一条直线对这个对称，然后去描述那些点，用刚刚的方法做，这是一种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已经学过性质2.1，就是我刚刚写在黑板上那个判别方式。那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个，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个，好。我们刚刚证明的是说，如果有一个平面曲线，它如果满足像我们刚刚讲那个交换的式子以后，它就会对 y 等于 x 对称，好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呢，其实跟刚刚那个有点不一样，因为这是两个图形，对不对？这个比较属于我刚刚讲对称的时候，是属于你有一个图形跟另外一个图形对称，而不是同一个图形自己对称，好。所以，但是呢，这件事情还是可以用，好，这个想法其实还蛮重要的。它意思是这样：如果 y 等于 mx 加上 alpha， 如果是这样，所以假设你已经知道有一个点 x y 满足这个式子，那它的对称图形其实不就是要把 x 跟 y 倒过来吗？知道我意思吗？好，就是假设我要画在哪里？好，我先画在这里好。我稍微画大一点。好，这是 y 等于 x。假设我现在有一个图形，这直线，好，这直线是 y 等于 mx 加 k。那你在上面有个点 AB， 假设是这样。那它的对称的直线，好，这是跟它对称的直线。那从我们左边解释的那件事情，你知道 AB 如果在这一点，它相对应的这个图画不太好。BA 就在另外一个点上面，对不对？就我给你一根直线 y 等于 mx 加 k， 然后呢 AB 是落在这个直线上。你现在想要知道这根直线对着 y 等于 x 对称以后的那个直线怎么写？至少你知道说，如果 AB 在这个直线上，那么 BA 就在红色的这根直线上，这样子 ，OK。好，因此它跟它对称的直线其实指的是把 x 跟 y 倒过来就可以了。因为 AB 如果落在这边，这表示什么？表示另外一个这边的 BA 啊，
它带进那个直线要对，所以我把它写过来。好，你们稍微想一下这个对不对？我现在说，你只要把 x 跟 y 对调，这根直线呢，其实就是红色的这根线，这样子。因为如果 AB 满足这个式子，啊，如果 AB 画在这边，就 B 等于 n，A 加上阿尔法 ，OK。那你可以注意到，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话，你现在把 AB， 你现在把它带进来，所以 A 就等于，不是，就是你要倒过来 BA， 所以就是 B 等于 MA 加上阿尔法，这样，所以它其实是同一个式子，好，它同一个式子，但是你现在 AB 扮演的角色不同，本来是 x 坐标 y 坐标，现在变成 y 坐标 x， 你把它倒过来，所以呢，这个式子刚好跟这个式子呢是对这个对称，因为它满足了所有的点。好，就这个点如果落在这个直线上，你就注意到另外这个 BA 点完全就落在我现在写的这个直线上。OK， 这看起来有点悬，你稍微回家稍微想一下，哦，就会清楚。因此你很快的，好，你利用这个技巧，其实你很快的就知道这个直线应该是 y 等于 mx 减掉 m 阿尔法。好，那我刚刚说跟它对称的是这个，好，所以因此你就得到 n 呢要等于 m 分之一，贝塔要等于负 m 分之阿尔法，好，你就得到这两个条件。那这就是讲义上要你证明的条件。那这个交换的这个式，我们等一下还会用到，好，所以你可以稍微想一下。这个是习题2.4，我没有说你用别的方法不行，好，别的方法也可以，就是说你如果只要慢一点，好，把那些点啊、垂直平分的东西好好写一下，写清楚，那当然也是可以。你甚至要用三角函数去谈说这两个角度一样，所以斜率应该怎么变化也可以，好，那当然就是所有东西都一样。我现在只是利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特性，啊。比较快的把这个问题给算出来。